大家好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煮白饭不升血糖的实用秘诀。我会教大家6个简单好操作的小技巧，让糖尿病友每天都能安心吃白饭，再也不用害怕饭后血糖快速飙高。各位叔叔阿姨们，很多人在查出糖尿病之后，心里最害怕、最难受的一件事，就是要从此告别从小吃到大的白米饭。不少长辈跟我说，他们一辈子都靠米饭当主食，现在医生提醒要控制，他们就干脆不敢吃，结果每天浑身没力气，容易疲倦，手脚发软，精神状态越来越差。每次听到这些话，我都特别心疼，也特别担心，因为真相根本不是这样。各位知道吗？全球各地的健康专家，从日本、新加坡到哈佛大学、斯里兰卡的研究团队都在研究同一个问题：怎么让糖尿病患者照样吃白米饭，又不会让血糖失控。而他们的研究结果非常明确，问题根本不在白米本身，而在于我们的烹煮方式。同样的米，同样的一碗饭，只要用对方法煮，饭后血糖上升幅度可以降低30%左右，甚至比传统做法更低。这代表大家不用再在美味和健康之间做选择。今天我就教大家第3个选择，照样吃香喷喷的白米饭，同时把血糖稳稳控制在安全范围。我陪伴很多叔叔阿姨控糖多年，一直主张不用极端节食，不用饿肚子，也能把血糖管理好。今天这条影片我会用科学依据和临床经验，分享6个正确煮白饭的技巧，让大家每一餐都不再焦虑，而是轻松又安心。在开始之前，谢谢各位叔叔阿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陪伴。如果今天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点赞留言，跟着我一起开启控糖不戒饭的健康生活。也别忘了订阅频道，才不会错过后续更多糖尿病饮食和日常保养的实用内容。现在我们正式开始。第1个方法最简单却最有效，只要把煮好的米饭放凉吃，效果就完全不一样。第1个秘诀，米饭煮熟后放凉再冷藏，形成抗性淀粉，稳定饭后血糖。很多叔叔阿姨习惯饭一煮好就马上盛来吃，热气腾腾，口感 Q 弹，确实很好吃。但对糖友来说，这个习惯很伤身体。热饭里的淀粉属于快速消化淀粉，进入身体后很快变成糖分，直接进入血液，饭后半小时到1小时，血糖就会快速冲高。测过血糖的长辈都知道，吃热白饭数值升得又快又高，不但让人容易累，还会让胰脏负担加重，长期下来提升并发症风险。那为什么放凉的米饭更安全呢？同样一碗饭，放凉或者冷藏，隔夜再加热，对血糖的影响会大幅降低。因为米饭冷却后，一部分快速消化淀粉会转变成抗性淀粉，这种淀粉不容易被人体吸收，不会快速拉高血糖，还能进到大肠被益生菌分解，像膳食纤维一样保护肠道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显示，同样的白米饭热吃比放凉再加热吃，血糖反应高出 25% 到 30%， 这不是偏方，是科学证实的结论。在日本、韩国，很多老年糖友都习惯前一晚煮饭，放凉冷藏，第2天加热再吃，口感不变，血糖却稳定很多。在家操作也特别简单，正常把饭煮熟，不要马上吃，先在室温下放凉2到3小时，不马上吃就装进干净保鲜盒密封，放进冰箱冷藏至少8小时或者隔夜。要吃的时候用微波炉或者蒸锅加热就行，米饭依然 Q 弹好吃。抗性淀粉不会流失，照样能减缓糖分吸收。准备早餐可以前一晚煮饭，准备午餐可以早上先煮好，放凉上班或出门带便当吃，也比外面吃更容易控糖。因为外食米饭的升糖速度很难掌握，觉得这个方法简单好用，请留言。2. 让我知道你准备开始尝试。接下来分享第2个很少人知道，但效果很强的技巧，
煮饭时加椰子油或者苹果醋。第二个秘诀，煮饭加入椰子油或苹果醋。科学降低米饭升糖速度。很多长辈听到煮饭加油加醋都会觉得很奇怪，但这不是偏方，是斯里兰卡大学、哈佛大学等机构的正式研究结果。科学家发现，煮饭时加一小勺椰子油，米饭煮熟，在放凉后，淀粉转化成抗性淀粉的比例会更高，能进一步降低消化速度，让血糖再降 10% 到 20%。 用苹果醋也一样，轻微的酸性可以抑制体内分解淀粉的酵素，让糖分吸收变慢，饭后血糖更平稳。在家操作很简单，洗好米之后，1杯米大约180到200克，加1茶匙椰子油，没有椰子油，用初榨橄榄油也可以，搅拌均匀再正常煮饭。用苹果醋的话，1杯米加1汤匙，直接放进煮饭水里就行。煮好后不会有酸味，醋味会挥发，但控糖效果还在。饭煮好后建议放凉或冷藏吃，结合两种方式效果更好。有胃溃疡、胃病的长辈优先用椰子油，暂时不要用苹果醋，这样的用量很安全，不会影响口感和消化，却能明显改变米饭的代谢方式。觉得这个方法好学好用，下一餐就想试，请留言3。第三个秘诀，选对米种，从源头稳住血糖。很多叔叔阿姨觉得所有米都一样，都是淀粉，其实差别非常大。对糖友来说，选对米和煮对饭一样重要。像台湾香米、日本月光米、台梗9号米，口感 Q， 结构紧密，升糖指数 GI 值比普通白米更低，消化更慢，饭后血糖更平稳。相反，存放太久的旧米，煮起来特别蓬松的米，淀粉更容易被吸收，血糖升得更快。大家也可以用混合米的方式，白米搭配少量糙米、燕麦米或者杂粮豆，比例大约7:3，口感不会变太多，还能多补充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，进一步降低整餐的升糖速度。怕糙米太硬不好嚼，少量混合就很合适。另外，尽量选新米，刚收割的米，淀粉结构更稳定。陈米放太久，消化速度变快，血糖更容易升高。觉得这些选 M 技巧实用，本周想换种米试试看，请留言。第四个秘诀，用2次水煮法煮饭，洗掉容易升糖的淀粉。一般人煮饭都是洗米加水直接煮熟，其实还有一种方法，虽然多一步，但能明显减少快速消化淀粉，让血糖更稳。这个方法叫2次水煮法，也叫冲糖煮饭法。做法很简单，先正常洗米，加入比平时多 2.5 到3倍的水，大火煮开，煮到米粒开始变软。这时候大部分容易升糖的淀粉都溶在水里，把水倒掉，再加适量清水，重新煮熟就行。这样处理后的米饭淀粉结构更稳定，消化慢，血糖波动更小。如果再搭配放凉、冷藏的做法，效果会加倍。虽然多花一点时间，但对饭后血糖容易冲高的叔叔阿姨来说，非常值得尝试。煮出来的米饭口感依然香甜，却对胰脏友好很多，觉得这个方法实用。想在周末试试看，请留言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，把白米饭做成3道好吃又控糖的简单料理，再加5分钟就能做好。第一道，蔬菜拌饭。高纤维、稳血糖，简单好吃。学会正确煮饭之后，我们可以把白饭搭配成更适合糖友的健康餐。第一道就是蔬菜拌饭，做法简单，控糖效果好。先准备蒸熟或煮熟的蔬菜，比如南瓜、花椰菜、红萝卜、高丽菜、四季豆，切成小丁，和我们前面教的正确煮法，放凉后的米饭拌在一起，加一点香油，炒香的芝麻、葱花，少许姜末调味就很好吃。蔬菜里的大量膳食纤维能减缓淀粉消化，让饭后血糖升得更慢，还能养护肠道，改善便秘，这是很多老年糖友都需要的改善。研究显示，
每餐搭配一把蔬菜吃饭，血糖可以比单吃白饭低20%到25%。不需要重口味酱料，一点点盐，低盐酱油就足够，清淡又美味。没时间煮多道菜，一碗蔬菜拌饭加一颗水煮蛋或一点蒸鱼，营养就足够，吃得慢，嚼得细，饱足感更久，消化更轻松，血糖也不会大起大落。觉得这道蔬菜拌饭简单适合家里吃，请留言。6第二道紫菜饭卷，日式改良版，糖油友好，好吃又方便。这道菜好看好吃，特别适合糖友。做法是模拟寿司，改成更符合台湾长辈的口味。准备我们前面教的隔夜冷藏凉饭。抗性淀粉更多，再准备蛋丝、小黄瓜条、熟豆腐、寿司生菜。紫菜铺开，放上薄薄一层饭，摆上配料，卷紧切块就行。没有寿司帘，用保鲜膜或手卷都可以，不用讲究造型。这道菜好处很多，凉饭本身升糖更慢，切成小块吃会自然放慢速度，细嚼慢咽，血糖不会突然冲高。鸡蛋、豆腐提供蛋白质，小黄瓜、紫菜富含纤维，紫菜里的特殊成分还能减缓淀粉和脂肪消化。搭配一点低盐酱油、姜末，清淡不腻，不会口渴吃，适合午餐、加餐，想换口味又要控糖时最适合。觉得这道紫菜饭卷有趣，想本周在家做，请留言。7第三道苹果醋拌饭，日式家常做法，清淡稳糖，助眠好消化。第三道做法最简单，效果却很突出，就是苹果醋拌饭。现在很多内分泌科医生都推荐给糖友，准备冷藏凉饭，淋上1汤匙纯苹果醋，加一点黑芝麻拌匀，配几片低盐小黄瓜或芥菜，就成了一顿清爽、好消化、稳血糖的餐点。苹果醋的酸性能减缓糖分吸收，醋酸还能提升胰岛素敏感性，帮助身体更好地处理饭后血糖。欧洲研究显示，搭配苹果醋吃淀粉类食物，血糖可降低20%到34%，不用多吃药。黑芝麻含有镁、锌等矿物质，保护神经，预防并发症。腌菜帮助肠道蠕动，减少胀气便秘。这道饭特别适合晚餐，吃得清淡无负担，肠胃舒服，睡眠质量也会更好。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7天轮换方案。第1天蔬菜拌饭吃，第2天紫菜饭卷，第3天苹果醋拌饭，循环轮换，口味不重复，血糖天天稳，不用戒饭，不用饿肚子。觉得这道苹果醋拌饭好做好吃，想加入本周菜单，请留言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3部分，破解3个最危险的控糖误区。很多长辈都踩坑，越控越伤身体。第1个误区，完全不吃米饭，彻底戒掉淀粉。很多糖友刚确诊时都说，我不敢吃饭，吃饭血糖会升，所以干脆完全不吃。一开始好像血糖降了，但过几周就开始疲倦，没力气，体重掉，失眠，头昏脑胀。长辈们以为是病情变重，其实是身体严重缺淀粉。淀粉是大脑、肌肉、肝脏最主要的能量来源，完全不吃，身体没有燃料，就只能分解肌肉来制造糖分，肌肉越来越少。肌肉是消耗葡萄糖最主要的地方，肌肉越少，血糖越难控制，吃一点点糖就居高不下。同时，肝脏长期超负荷运作，代谢紊乱，疲劳，睡不好，全身无力。很多戒饭的长辈半夜饿醒，心慌出汗，这就是低血糖的信号，非常危险。如果你曾经这样戒饭，现在想调整回正确饮食，请留言。9第2个误区，用大量蛋白质代替米饭，猛吃肉、蛋、鱼。很多长辈不吃饭就大量吃肉、蛋、鱼，喝牛奶，以为蛋白质不升糖，很安全。其实长期这样吃风险非常高，身体摄入太多蛋白质，又没有淀粉，肝脏会把蛋白质转化成糖分，这个过程会产生大量酸性物质，
长期下来造成代谢性酸中毒，出现疲劳、口臭、头痛、失眠、意识模糊。更重要的是，大量蛋白质会加重肾脏负担，过滤尿素，肌酐的压力变大，对已经有糖尿病肾损伤的长辈来说，等于雪上加霜。日本和欧洲研究都提醒，用高蛋白代替淀粉会加速糖尿病患者肾功能衰退，再加上缺少蔬菜、缺少纤维，会便秘、消化差、肠道菌群失衡，血糖反而更难控制。如果你曾经这样大量吃肉代替米饭，现在想调整均衡饮食，请留言时。第三个误区，用米粉、面条、面包代替米饭，以为更清淡，这是最常见也最危险的误区。很多糖友不吃饭，改吃米粉、河粉、面条、白面包，觉得清淡易消化，不会升糖。事实完全相反。从升糖指数 GI 来看，热白饭大约70到85，而新鲜米粉、河粉、白面包 GI 值更高，可达85到95，升糖比白饭还快。因为这些都是精制淀粉，加工中去掉了纤维，消化极快。再加上米粉汤、炒面通常加了糖、油、调味酱，血糖冲得更快。研究显示，早上一碗米粉汤，血糖1小时内冲高的幅度远高于半碗凉饭配蔬菜和蛋。而且米粉、面包饿得快，2小时就想吃零食，造成血糖反复起伏，越控越乱。真的想换口味，可以选冬粉拌蔬菜、全麦面包，搭配足够蛋白质和青菜才比较安全。如果你以前以为米粉比米饭清淡，现在终于明白真相，请留言11。最后，我们做今天最重要的总结：6个控糖吃饭秘诀，以及糖友不用戒饭也能健康生活的关键观念。各位叔叔阿姨，今天我们一起学会了正确煮白饭，正确吃白饭，也破解了戒饭伤身的错误迷思。白米饭本身没有错，错的是煮法不对，吃法不对，搭配不对，选米不对。只要做好这6件小事，你就能安心吃饭。第一，饭煮熟后放凉或冷藏再吃。第二，煮饭时加椰子油或苹果醋。第三，选对米种，优先新米、长粒米。第四，用2次水煮法洗掉快速淀粉。第五，把米饭做成蔬菜拌饭、紫菜饭卷、苹果醋拌饭。第六，1周轮换吃法，饮食不单调，血糖更稳定。同时，我们也明白3个真相：完全戒饭会流失肌肉、体虚，血糖更乱；大量高蛋白代替主食会伤肾，酸中毒、消化差。米粉、面条、白面包升糖比白饭更快，不是清淡选择。得了糖尿病，真的不用过苦日子，不用饿肚子，不用放弃爱吃的米饭，只要懂方法，做对选择，每一餐都能吃得安心，吃得健康，吃得有滋味。白饭不再是你的负担，而是稳定、安全、温暖的日常主食。如果今天你学到了有用的控糖知识，对吃米饭不再害怕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心得。你的一句话可能帮助到更多正在迷茫的糖友。觉得这条影片实用有帮助，请点赞、留言66，并转发给身边需要的家人朋友，尤其是正在极端节食、错误戒饭的长辈。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简单、真实、贴近生活的糖尿病健康知识。祝各位叔叔阿姨吃得香、睡得稳、血糖平、身体安，每一碗饭都吃出健康，每一天都过得平安舒心。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。